芬姐，今天台湾很冷了吧？但是还没有到最冷哦。而我们以为台湾已经这么冷的情况之下，欧洲现在根本跟极冻一样。你看到这画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。这看起来每个人都超冷的。是啊，我们都知道埃菲尔铁塔非常的浪漫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再怎么浪漫，遇到这个北极寒流嘛，是零滴滴呀，而且跨模啊啦，实在是太冷了，所以人感觉上好像也变少了一点哦。确实哦，这一波的北极寒流下来，欧洲非常多的国家也都面临到这个气温急降的状况，所以呢，很多的现象还有很多的安全性的问题，包括像短短的时间，法国已经有5人死亡哦，其中有很多都是因为汽车打滑的情况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危险。那包括他们自己的法国的，还有他们交通部长都跳出来讲，大家尽量少出门呐，甚至有要求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的话，限速80公里。然后呢，也因为这一波的北极寒流，导致欧洲像是荷兰还有法国这个部分哦，至少都有15%的班机受到影响。那如果再加上那个火车，再加上这些客运的话，事实上有大概3到4成的一个运输都是受到影响。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？一滚，你会发现那个其实是很危险的。知道怎么开都会打滑了。是，它整个轮胎是打滑，所以你看撞了。其实这个下雪的时候你开车真的要非常小心，因为尤其是在雪有一点融的时候，那个是有点滑，你看有没有很危险？这怎么开啊？都已经不同撞上去了，不同向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就说，为了这个状况，他们法国有几个地方学校甚至是停课的，就是希望真的是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。你看有没有大卡车？他们甚至要求，如果你车子是有运载那个危险的物品，或者是像这样大卡车，拜托给。千万不要上路哈，因为真的很危险。从昨天的大概下午2点到今天的早上的10点，哇，这太夸张了！这个车子直接开到雪堆里面去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不是要开到一个 quick 他就是太滑了，滚过去。事实上，你没有发现还好其他前后都没有太多车，所以事实上在雪地里面驾驶，尤其是晚上夜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这一起的这一个气候急冻的一个事件，导致竟然在法国已经大塞车，大巴黎地区塞了1000公里。你说塞是怎么样？我们看到这一张图，这张图里面都是红红的。他们是这样，总共全部加起来塞了1020公里。现在巴黎根本没办法动，我走路都比你开车快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有一些摄影机就想说，这现在是停车场吗？这里是停车板吗？没有，它是高速公路，好不好？没有办法动啊，所以全部都停在。你看，你这样看，你会不会以为是停车场？那没有的，那些车子是准备要行驶的，只是在等着。塞车完全是塞在那样，真的是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他们说甚至是 A28高速公路上，整个有人就是车子有发生一些事故，所以呢，导致后面的车全部都塞。从法国西北部到巴黎大地区，总共有26个省份，全部列入橙色跟冰雪风暴当中这也是4个等级里面的第3等级，也是次高等级。你看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塞到后来塞爆了。那个，你没有看到发现这个真的是那种大的什么货车那种很少，因为他们有限制。塞到怎么样情况，你知道吗？塞到其实是站尾掉，有的大卡车司机或者是那个货运司机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反正也是不会动我干脆来热便当。真的，他在热车上热便当。真的假的啦？他真的热便当，我快笑死！而且他穿很少，他穿比宇轩还少。那宇轩那些一直流鼻涕，你看有没有？人家英勇，你看穿很少，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怎么办呢？好吧，还好我有做便当，还做2个，用微波炉热一下。他真的就在热便当然后就讲到说：哎呀，这个阴影没有想到这个真的是塞成这样，太可怜了，太可怕了。他还有便当吃，有另外一个，他就直接说他已经整整塞过10几个小时。你看就这一个，他都快晕倒这个人更有趣。”不是他的问题，他狗进山北，他狗已经开始抓狂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主人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为了要安抚他，我只好把它下来遛狗。”你就把它想象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，突然之间有人下来，还带了一只狗在遛狗。太荒谬了吧！太荒谬，没办法，因为他说他的狗狗快要爆炸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为了要安抚他的狗狗，就只好下来。旁边人看了也是傻眼，你还遛狗？那没办法，因为真的塞的实在是太久，完全没叮没当他说他只好带他出来，让他平静一下。那有的人可以遛狗，有的人有便当吃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准备好，面临到这样塞车状况，有人就这样10几个小时塞在路上。后来就有人直接说什么：“我觉得我好像
像被世界给遗弃了。从昨天这个雪也太大了吧，整个欧洲、整个法国都是这样的雪。是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下这个雪真的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很可怕一件事情是，有的停车场哦，这个尤其是你要去地下停车场收费是会 double。我这一次去加拿大一样，我想说地下停车费也太贵了吧，没办法，因为极端气候。对，他就说，因为你去停他们停车场，他们就有一些暖气，你就不会结冻。你不然你如果不舍得你那个停车费，你就像刚刚一样。经过一整天那边停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发不动，你就会变成坏了发不动，或者是被那个雪埋在里面。所以有这个极端气候，真的会导致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问题。宇轩，我们刚看到什么？欧洲已经冰成一大片了，中国也是。然后只是今天发现一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今天中国黑龙江有一家水龙头忘了关，我心想没什么，淹水而已吧。没有出事了，他家变成冰宫了。对，本来很多中国网友想说，我知道，我们政府特别喜欢冻结别人财产，但我没想到连老天爷都把我财产给冻结了，连他的财产被冻结。各位，你仔细看，这是他家从地板到门，你看啊，那开个门哦，跟那个大工程一样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们讲小朋友最喜欢这种地方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完全没有任何摩擦力，咕溜咕溜，你人如果倒在地上哦，你就别起来了，而不是躺平的意思，是你人可能黏住。因为身体是热的，你可能就粘在地板上，所以你看啊，他在干嘛？敲啊敲啊敲。我们都知道台湾有淹水，淹水之后要清淤泥，但是长这么大第一次要清家里的淤冰，这还是第一次看到。这根本是把冰块给砸破了。对，而且你知道这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吗？因为你现在看到那个只是表面上，我问你，它是不是墙角有些缝隙？对，有一些水管，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可以砰，我跟你讲，全部都是结冰了。那我问你，那个全部都会膨胀哦。那膨胀之后，你知道加干嘛？贵州海料报销，搞不好你用都不能用。虽然不是说哭笑不得，说来，欢迎来到寒舍坐啊，当自己家不嫌弃，真的是爱美寒舍的寒舍啊，冷死了。对，有够冷，甚至是但是还是有好处的。各位，省电，你知道中国最近特别讲究环保。你想想看啊，这是什么？来照了，打开之后天然的冰柜，上面1只、2只、3只、5只，全部都是冰棒哦。但不好意思，这不是冰箱，你有没有发现外面的景色有点奇怪？这个不是气密窗吗？这窗户，这是室内是温暖的，但因为外面是零下的，所以只要把冰棒挂在窗户外面，关起来，这就是天然的冰柜。那对我跟你讲，更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上海哦，最近上海我们知道不能跨年嘛，但是呢，不能跨年之外呢，老天爷主动帮这些民众加点柴火。来，这是他开在路上，原本已经下雪，如果特别，我怕到闪电了，好像人，没办法洗劫，好像人啊！玻璃它的挡风玻璃上已经是积雪，就边下雪边打雷，对，很奇怪，雪打雷，这气候超怪的。我们有听过雷暴，也没听过雪暴。这是真的是有冤情了吧？对，都有冤，所以他们就说不想吃肉，当然不想。你有没有看一下你们主席是谁啊？哎呀，就引发很多网友一直在讨论说，怎么最近会发生这个状况？甚至是在河北这个更奇怪，有一个民众搭计程车然后他穿着这种羽绒衣，因为这个太冷了嘛。但你也知道，羽绒衣中国它很多劣质品。那这遇到这种劣质品，最怕你知道什么？热胀冷缩。来，你看喷的大哥全身都是。等一下，他的羽绒衣爆炸了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因为外面很冷嘛。对。它进到里面是不是很温暖？对。温暖之后它一膨胀，然后它刚好又有破洞，劣质品，啪嚓，就直接所有的羽毛就往那个大哥身上喷，脸上都是毛。对，然后你知道那个大哥说什么？没事。大哥很淡定，大哥说没关系。中国制造正常发挥，任你喷。大哥也是挺有风度的，但是呢，甚至是还有真的别起案例有男的是在副驾驶座，结果没想到驾驶没崩溃，副驾驶先崩溃，来就变成这样。外面呢大雪纷纷何所似，里面是呢羽绒炸开插可拟，刚好它的羽绒衣炸开跟外面的景色，我们讲海天一线，完全连接在一起。下雪了，对，外面下雪，里面也下雪，那喷得乱七八糟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在中国很惨，但是更惨是什么呢？有羽绒衣穿你以为就有救吗？不是，最惨的就是你想要自救，救不了。在冰天雪的地方我们刚才讲到的叫毒死，你知道吗？这农村他们现在连暖气都没得开，也太坏了！说真的假的？那很冷的。对，你看现在零下13度，你看那个。他那个房间那个棉被是被冻住的，拉不起来的。你知道，他原本是想说外面那个冷风细细，因为他没有气密窗，我把棉被呢填在那个缝上，就填着，想说怎么还是这么冷？后来一摸才发现说，原来棉被湿了，而且不是湿了，是湿了又冻了，连棉被都冻结。就内部温度一看零下6度，连他家有那个食用油全部都冻结。但更可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天然气管线上面写的温度，它写几度？64度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知道它室内温度几度吗？13度啊，
它不是开到64度了吗？对，然后里面室内温度只有13度，所以它开64度只有13度，然后还得要穿羽绒衣。那么现在流行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要让天空很漂亮。哦，北京的天空，上海的我们讲都会的天空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乌烟瘴气。所以呢，开始要求说，这些挨家挨户的老人家、独居老人、穷人家、农人、农民都不能给我烧煤。那大家在那边冷，你知道冷到最后面冷到怎样吗？就有人就真的这样冷死了。就老人家真的、哦、就死在路边，然后死在家里面被冷死，然后结果他们的官员哦遇到这种状况，人家说什么？他说。北京蓝天的争夺是首都居民满意最高的民生实事。他路有冻死骨啊，对，他出门跟你讲说民生很满意啊，而且你知道多讽刺，他后面啊还用这是什么天空蓝？对，他就故意把那天空蓝，他那边拿那个照片一张一张的，跟那个手板一样。北京走是一个精准制，我不再是奢侈品。来，这个就是哦，里面的农民老人家。他的儿子女儿出来讲说，我妈妈跟我说啊，全村啊根本就没人用得起啊，因为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啊，这个他是有补助没有错，一开始补助的，等到他基建，也就是他基础建设大概60%、70%之后，他就跟你讲说我不补了。然后那个表哈，来就这个表，你等下可以看一下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看了之后，我还以为这是阿斯拉的我们时速表，哪有蓝天这么快的？哎，我一开，然后就开始跳了，对啊，跳这么大，而且完全不冷不暖，完全一点暖都没有。那又花钱又不暖，然后装又贵，然后你不用也不行。来，开户费5800，铺管道1000多，挂壁炉8000，挂壁炉为什么8000多啊？4万呢？你台湾装冷气都不用4万，然后你跟我讲说你装一个暖气，哎，这不是管线，然后4万，然后最后弄下来哦。平均哦，只是使用大概是我们讲的18度，一天来各位我更正哈，一天就要1000多块台币。对，我们讲台湾人一天1000多块的薪水到处都有，你要中国人一天付1000多块，不然你就得冷死。那对他们来讲哦，一般的养老金呢，可能就100、300块一个月，那5000块加这些费用，等于是16到33个月的养老金。我跟你讲啊，等于说他要好几个月，他刚才我们讲1年的养老金可以让你开1天暖气。1年养老金开1天暖气，哎，对。哎，难怪现在真的要气炸，我要冷死，我家人都冷死了。对，你看哦，这是河北、河南哦，因为他们都严禁嘛，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，所以呢，有4城县冻死3个人，这边有写得很清楚哈。然后有祖孙2人哈，孩子哦7岁，还有一个4岁，还有爷爷，等于是3个人呢都因此而这样我们讲的丧失他宝贵的性命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中国这种情况。原本冰天雪地哦，只是政府需要救急救难的一个环境，等于说这是天候因素。但是呢，在人祸的造成跟影响之下，变成就是连人命都挨不过这样子的寒冬。恐怕呢，这是北京天空蓝，它的蓝后面一撕开，你会发现满满都是鲜血的红色。哎，建平，我真的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太奇妙的一个国家。我们都知道，他们不是这里吹吗？他的机器人非常强，无人机非常强，最先进的全都来。最先进的地方应该用在哪里？应该用在工厂上面，用在制造上面，结果没有，他们都对人民用。我们刚刚讲，你烧煤，无人机就来。我看到这画面，我快笑死了。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捍卫蓝天、保卫蓝天的任务，在合肥省的这个顺平县，当时他们的市场监管局呢，就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巡逻。然后你有没有看到，抓到了有农村的这个村民啊，竟然在堆积的散煤，然后呢，马上去抓了散煤之后，除了全部没收这些散煤之外，然后而且呢，还对这个囤积的这个农村村民啊，直接开罚，然后直接取缔。所以无人机有没有成效？有。现在你看到的是最新型的圈起来的地方，是白天无人机去抓到了有农村村民他的这个家屋冒白烟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圈起来上面有一点点白烟，有看到哦。然后因为抓到了嘛，你要收证，所以晚上再派无人机去扫。然后开始还出动了热显像仪，这个规模你会觉得，这好像在抓马杜罗吗？不是，这是特种部队的规模，对。但是呢，无人机它就运用到晚上热显像仪开始去抓哪一个农村家户冒烟，我开始收证，太离谱了吧？而且白天那一户我再去看一下，看到了有热显像仪的这个功用嘛，所以它就会有热能的时候，它就会显示出来，这简直是抓毒枭啊！抓逃犯，那这个时候无人机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？对，那这样的一个规格，它白天锁定了，晚上再去收证，然后看到这个家户又在烧煤的时候，再把它锁定，然后而且用探照灯打下去，你无所遁形了吧？
接下来你人赃俱获，我除了看你冒白烟之外，白天也拍，晚上也拍，而且现在探照灯一打下来，把你位置定位之后，立刻出动地面的这些查缉的人员、监管的部队，就好像地面部队一样，冲进去就把冲到你们家里去。村民会以为说我是毒枭还是逃犯啊？不是，你是烧煤的，烧煤怎么了？烧煤就是要抓，就是要拔，所以有没有觉得是用特种部队的规格去查缉、去抓这些农村的村民？这些村民会啼笑皆非、欲哭无泪啊，那就只好乖乖罚钱。好，其实刚刚宇轩有讲到说这种家户举报，对不对？现在看到是之前也是农民，他们在这个官员再去农村抓那个看到一个农村的大姐，对，接下来他在烧锅炉了，然后他就问他，你这是烧锅炉用煤烧了？他说对啊，他就叫煤来烧啊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有没有送煤的电话呢？我也想要买一点。那大姐也不是笨蛋，马上看出了他的意图，知道这个官员想要调他，然后就说好了，那个你给我电话，官员就诱惑他，我给你奖金2000块。然后这个大姐也很清楚、很明理，她说那不行啊，我给人家叫煤来，结果呢，你现在要我出卖他，然后你给我2000不行啊，那不能这么干嘛，这缺德事，要不然我让你扣我2000块嘛，我总不能干这种事情嘛。直接呛这个官员，你这干的是缺德事啊！是啊，那网民还是大赞那个大姐说，果然有大义啊。刚刚讲说要装这个气表的话，南方的一些这个民众还是很有底气的，我就是坚决不换气表。谁要换2万块？人民币哪怕这个官员或者是这个瓦斯公司的人，好说歹说的，连哄带骗的跟他们说为你好，少来了为你好。疫情期间你什么都嘛为你好，结果老百姓都上当啦。接下来坚决不换气表，这个就是天然气的这个气表。而如果你不换气表的话，那你家里还是烧柴、烧煤、烧火的，直接帮你封罩。假设太坏了吧？你的灶直接封起来，不让你烧啊，直接灌进去的。所以用这种方式，然后再来，如果说你用这样的一个封罩方式，不让人家生活下去，这不让人活了嘛？那你再看看，为了赶走钉子户的话，在这个大陆广东的这个广州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的一个海珠区啊，有一个南州街的这个街道，他们那个社区要为了这个房屋拆迁，竟然出动什么人工沙尘暴啊！中国根本就是双标刚刚讲什么？因为他们要蓝天，所以不能烧煤。对，你现在在搞的是什么？人工的沙尘暴？你觉得这个会有蓝天吗？你这样子不是又在破坏环境吗？因为那个钉子户不肯搬迁嘛，那你接下来就只好把这个一大堆的这个沙尘，用大型的电风扇这样机具这样吹，然后吹到那个村落里面拒绝搬迁的钉子户那边。接下来你看他们的房子、车子全部上面满布的这个沙尘啊，大家就想天哪！这样子不打不吵不闹的方式，那我当下就赶快签一签，我干脆搬迁了，就妥协了。所以制造这样的一个人工这个人为对环境的破坏，也让大家傻眼。你不是在保卫这个环境吗？怎么这个时候用这种双标呢？也难怪了，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都市梦碎，经济压力也加重，农村的抗争一年也增加了70%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